！2025年93阅兵就要拉开大幕了。回望历史，从1949年开国大典的隆隆礼炮声，到今年93阅兵的震撼预演，中国阅兵已走过了76载岁月。在国人的心中，阅兵承载着特殊的意义。它既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展现，也是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象征。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天安门前一共举行了16次大阅兵，每一次阅兵都在历史的坐标轴上镌刻下独特的印记。大家好，我是微笑。今天我会从多个方面介绍这次93大阅兵。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无疑是新中国阅兵式的起点。彼时仅有17架拼凑起来的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其中9架甚至挂载实弹，以防空袭。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由于战机数量不足，周恩来总理指示机群绕飞2遍，假装是更多架次。这段历史细节深深铭刻在国民记忆之中。更为特别的是，当时受阅部队所使用的武器装备，竟来自24个国家的98个工厂，涵盖了110多种型号、82种口径，其来源之庞杂，堪称空前绝后。被形象地誉为一场万国武器博览会，这与当下某些国家装备的万国牌有着本质不同。开国大典上的这些装备，绝大多数是战场缴获的战利品，他们无声地见证了中国军人从烽火硝烟中走来的岁月。此后10年间，因国际形势复杂，我们保持着每年一次的阅兵传统。1950年，1900多匹战马组成的骑兵大队，像白色的潮水一样涌过天安门，场面非常壮观。1951年，伞兵部队、火箭炮部队、防空兵部队等新兵种纷纷登场，民兵大队也首次亮相。1952年，除了以往的部队外，还加入少数民族民兵方队，五颜六色的民族服装成为这一年阅兵的独特记忆。1953年，抗美援朝胜利，志愿军代表团站在观礼台上，看着我们的火箭炮兵带着卡秋莎火箭炮首次接受检阅。1954年，受阅武器装备变为苏式，骑兵部队最后一次受阅，标志着我军向机械化的转型。1955年，实行军衔制后的首次阅兵，首次出现将军方队。1956年，唯一一次在雨中阅兵，国产解放牌汽车首次亮相。1957年，国产伊尔28型喷气式轰炸机、歼5型歼击机首次受阅，也标志着共和国国防力量和航空力量的发展。1958年，女兵方队首次加入，3轮车方队最后一次参加阅兵。1959年的国庆10周年，阅兵达到高潮，56式冲锋枪、59式坦克等国产装备批量列装，终于结束了武器依赖进口的历史。这也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检阅部队。1960年后，阅兵暂停了。3年自然灾害带来的经济困难，让中央决定调整为5年一小庆，10年一大庆。而接踵而至的文革，让下一次阅兵推迟到了1984年。那一年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后的大阅兵，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大阅兵。这次阅兵，其批枪成为经典，很多部队刚从前线回来，可谓杀气腾腾。邓小平同志站在天安门城楼，检阅了首次亮相的战略导弹部队。从天安门前徐徐走过的东风洲际导弹，震惊了全世界。1999年国庆50周年阅兵，也被称为世纪大阅兵。新型武器装备大量涌现，如99式主战坦克、歼10战斗机等，标志着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有了质的飞跃。2009年国庆60周年阅兵，展示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型武器装备，涵盖了陆海空2炮等各个军兵种，如05式两栖突击车、空警2000预警机等。2015年93阅兵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首次在非国庆节举行，邀请了多个国家共同参加，展现了共同纪念历史、维护和平的决心。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东风41洲际战略核导弹、轰6N、运20等等先进武器装备批量公开亮相。我们用看似很长的篇幅回顾这段历史，因为每一段背后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它完整地记录了中国国防工业从弱小走向强大的艰辛历程。那么今年的93阅兵又会带给我们哪些期待和惊喜呢？首先肯定是先进战机的集体亮相，焦点将集中在歼35、歼20S 双座版和歼15T 上。歼35被视为未来中国军工出口的拳头产品，歼20S 双座版则是当前歼20系列的最强版本，歼15T 则是中国首款弹射型舰载战斗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歼20S 很可能带着无人僚机一起编队飞行展示。另外，最近表现突出，也是当前出口主力机的歼10C 也会重磅出场。不过这次阅兵可能是歼10系列最后一次亮相了。
至于网上传的歼36、歼50这些型号，根据官方说的，参阅的都是现役装备，所以这次出现的可能性不大。第二大看点是导弹方队，预计将展示包括红旗19反导拦截系统、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甚至可能包括比东风41更先进的新型洲际导弹。霹雳系列新型空导弹、东风17高超音速导弹、鹰击21反舰弹道导弹等尖端武器也将悉数登场。由于导弹领域最新服役情况透明度相对较低，因此此部分往往能带来更多惊喜。第三大看点，也可能是最受瞩目的，将是无人机与反无人机系统的集中展示，例如无侦系列、彩虹系列等各型无人机。在反制方面，寂静猎手激光武器系统、陆盾3000近防系统以及飓风3000高功率微波武器等反无人机装备预计将集体亮相。此外，据称能有效探测隐身目标的先进反隐身雷达也可能借此机会展示实力。值得注意的是，本次93阅兵将不再安排抗战老兵组成方队参阅，而是邀请这些英雄观礼并授予荣誉勋章。此举主要是考虑到老兵们年事已高，需要敬仰。毕竟抗战胜利已是80年前，当年即便是15岁的少年兵，如今也已是95岁高龄。此次同样邀请国民党抗战老兵共同观礼，其中蕴含的深意不言自明。今年的93大阅兵，谁最应该被邀请？没想到网友呼声最高的不是特朗普，不是石破茂，也不是普京，而是法新社。就是那个平时没少跟着西方媒体一起戴着有色眼镜报道中国，甚至时不时抹黑中国的法新社。可这回中国网友们呼声震天，必须请法新社来，还得给他们最好的拍摄位置，甚至有网友要集资让法新社帮忙出几套写真。奇怪，明知道他们来者不善，为什么还这么热情？看完法新社拍的解放军照片，你就懂了。这些年法新社没少拍咱们解放军，但他们拍完干的事挺有意思，给照片通通加上厚重的暗黑滤镜，配上什么帝国的黎明、帝国的隐忍、巨龙之眼之类的标题。他们本意是想给解放军安上强权帝国的标签，在国际上制造中国威胁论，可是没想到却意外成了展现中国军人的神来之笔。你可以怀疑法新社的动机，但不能怀疑法新社的相机；你可以质疑法新社的意图，但不能质疑法新社的构图。那些被精心黑化处理过的照片里，解放军战士眼神锐利如刀，气势威严逼人，整支队伍的气势在滤镜加持下，非但没有显得邪恶，反而透出一种无与伦比的威严和力量感，隔着屏幕都让人心头一震。西方媒体本想用暗黑滤镜营造压迫感，结果拍出了中国军队的真实气场，给咱解放军来了一波反向宣传。中国网友一看乐坏了，这滤镜加得好啊，太帅了，太有气势了。原来我们的军人压迫感这么强，照片瞬间刷屏，大家爱不释手。有人甚至当起了壁纸，并调侃法新社为站姐，一指其拍摄的照片具有专业和独特的视角。更有意思的是，连不少日本网友看到后都慌了，纷纷留言劝自家政府看清楚，千万别去招惹中国军队啊！西方媒体这套抹黑把戏，这回算是彻底玩脱了。说到底，他们根本不懂中国人民解放军这7个字在中国人心中沉甸甸的分量，更不理解我们选择在9月3日这个日子举行大阅兵那份刻骨铭心的意义。看看美国搞的阅兵，更像一场装备秀，是满足某些人的表演欲，而我们选择在9月3日这一天，意义截然不同。这是我们对那段14年浴血抗战历史的庄重回望与刻骨铭心的铭记。没有中国人会忘记1931年918事变，东北3省相继沦陷；1937年卢沟桥事变，日军全面侵华；1937年12月至1938年1月，南京大屠杀的惨绝人寰；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重庆大轰炸的持续煎熬。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军民伤亡超过3500万人。从东北黑土地到江南水乡，从华北平原到西南边陲，几乎每一寸土地都浸透了同胞的鲜血。100余座城市沦陷，大半个中国被践踏，多少百姓流离失所，惨遭屠戮。换成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面对这样的惨烈，恐怕早就被打趴下了。但我们没有，面对深重的苦难和决绝的牺牲，中国人没有退缩，因为我们深知，只有打得一拳开，才能免得百拳来。正是先辈们用血肉之躯铸就了不屈的脊梁，用难以想象的巨大牺牲，才换来了最终的胜利与来之不易的和平。自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之后，中国已经几十年没有经历大规模战争了。过去我们韬光养晦，不露锋芒，但看看现在的世界，俄乌战火未息，印巴冲突不断，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和平面临严峻挑战。
更让人忧心的是，一些国家蠢蠢欲动，菲律宾、越南非法侵占我南海岛礁，印度执意在我藏南地区搞事，澳大利亚军机擅闯我西沙领空，日本右翼势力更是屡屡挑衅，不仅妄图否认侵华历史，还在台海问题上大放厥词，叫嚣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有人妄想推翻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在这个暗流涌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刻，选择在极具象征意义的9月3日举行大阅兵，意义非凡。我们需要让全世界清晰地看到中国的实力与决心。法新社的滤镜下，解放军展现的不是恐惧，而是令国人自豪的血性与军魂。我们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自己人看了热血沸腾，敌人看了心头一紧。和平年代，阅兵式就是我们向世界展示强大国防力量最直接的方式。实话实说，如今的中国军工在某些领域已经处于断崖式领先，这不是吹牛，看看印巴冲突中的表现就明白了。歼十 C 能轻松克敌制胜，靠的不仅是战机本身的优秀，更是背后强大的体系化作战能力。天上的卫星、预警机，地上的雷达，数据链紧密协作，信息实时共享，形成发现及摧毁的致命闭环，这才是现代战争的真谛。所以这次93大阅兵，我们期待的不仅是像歼35这样的新锐装备亮相，更可能是对整个先进作战体系的集中展示。为什么阅兵不能年年有？你可能以为阅兵就是一群军人整齐地走个正步，挥个旗，踢个腿，场面震撼就完了。但真相是，阅兵场上那短短几分钟的完美呈现，背后是数万人被淘汰，数百人历经魔鬼训练的极致淬炼。为了选出一名合格的仪仗队员，选拔标准严苛到近乎基因筛选，身高必须在 1.82 米至 1.90 米之间，误差不超过1厘米。五官端正，脸型对称，甚至牙齿排列都要检查。据解放军报道，2019年国庆阅兵选拔时，全国报名人数超13万，最终入选正式方阵的不足1000人，淘汰率高达99%以上。而这仅仅只是开始，真正的考验在训练场上才刚刚拉开序幕。战士们每天要在40摄氏度的烈日下站军姿，一站就是5到6个小时，脚底烫得发麻，汗水顺着鞋帮往下淌。他们穿的特制军靴号称几年磨不坏，可在高强度踢正步训练下，半个月就磨穿鞋底。有人为了不耽误训练，干脆把后帮剪掉，忍着磨破的脚跟继续练。这不是电影，是真实发生在阅兵训练的日常。你以为炎炎烈日下站军姿就够狠了？事实上，在某些特殊岗位的训练，才真正考验意志的极限。国旗护卫队的擎旗手要手举6米长、重达40斤的旗杆，纹丝不动地站立数小时，哪怕汗水流进眼睛刺痛难忍，也不能眨眼，因为国旗在手，目光必须如钉。标兵队员为了做到站立如雕塑，会在衣领上别上大头针，头只要稍微一歪，针尖立刻扎进皮肤，用最直接的痛感提醒自己保持绝对静止。礼炮兵更是在地表温度超50摄氏度的水泥地上长时间跑跪姿训练，膝盖被烫得发红起泡，裤子都被高温焊在皮肤上。女兵们同样不轻松，烈日下训练数小时，汗水浸透发根，头发一拧能出水，脸颊和脖子晒得脱皮是家常便饭。据央视军事报道，有仪仗兵曾因长时间站立导致体力透支晕倒，被战友扶起后第一句话竟是“我还能坚持”。这种近乎自虐式的训练持续长达数月，只为把每一个动作刻进肌肉记忆，做到百人如一人，一步1厘米。当你看到阅兵方阵劈枪生风、落地砸坑的震撼场面时，请记住，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群年轻人用青春、汗水甚至伤痛写下的忠诚答卷。他们踢的不仅仅是正步，更是信念，走的不是方阵，是使命。据军事专家分析，一个标准正步动作需经过至少3000次重复训练才能形成稳定肌肉记忆，而整个方阵要做到分毫不差，协同训练量更是天文数字。2019年国庆阅兵中，徒步方阵步速每分钟112步，步幅75厘米，误差不超过1厘米，这种精度堪比机械臂。而这背后是无数个日夜的千锤百炼。更令人动容的是，这些战士大多20出头，本是享受青春的年纪，却选择在训练场上挥汗如雨。他们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掌声，而是为了在那一刻向祖国和人民展示中国军人的脊梁。正如一位老兵所说，阅兵不年年有，是因为和平来之不易，每一次亮相都是对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无声宣誓。他们的硬核不在动作多帅，而在那份宁可流血不退半步的担当。这份荣光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致以最深的敬意。
总之，今年的93阅兵一定会是建国以来最精彩的一届。这些年，咱们的军工发展速度飞快，新装备层出不穷，完全有实力进行一场震撼的展示。尤其是在当前这个时间点，这场阅兵承载着多重的特别的意义，让我们共同期待9月的到来。这必将是一场有史以来最强的阅兵式。最后，微笑非常希望你的订阅，让我们一同见证祖国的辉煌成就和美好未来。